呀妈，你吓我一跳！怎么了？我想找你谈谈。谈吧。谈什么？不想在这儿说。不想在这儿说。那不是你这么严肃干嘛呀？走不走？走啊，走啊！哎，谁让你进来的？树哥说让我喝杯茶。我什么时候说让你来这儿喝茶了？你还学会蒙人了你啊？胳膊不行！豹爷，胖爷乐了，那胖爷都乐了，树哥你们俩行了吧？啊！豹子，放开他，过来喝茶。树哥，这要是舒克这么欺负桃花，你会怎么办？他要敢这么欺负桃花，我直接打断他腿。谢谢陶大爷。不过我现在想明白了，既然我无法改变别人对我的偏见，那我就改变我自己。有句话说得好，如果想被别人尊重，那就得成为值得被尊重的人。说得好，这个夜校没白上啊。我说两句呗。胖爷，其实我真的没有瞧不起你，而且不光这样，我还从你身上学到了挺多值得我学习的东西。至于我妈说过什么，那我也没办法，那是我妈。说这些都没有任何意义啊。反正总而言之，甭管是我妈还是我说过什么伤害过你的话，我郑重的给你道一歉。但就麻烦你别不理我，行吗？其实我想来着，你们说的都对，我现在确实啥也不是，不过我将来一定能在北京混出个模样。还有，麻烦你给阿姨说一声，我这个外地人是绝对不会打你这个本地人主意的，我高攀不起。说吧，有什么不能在办公室说的？是你特意不告诉我提案时间提前，还特意把我支开，让我失去了与组长一起去 AF 提案的机会，对吗？你怎么能这么想呢？这个案子我从头跟到尾，到了最后一步，就算我去送文件了，组长他也不可能撇下我。只有你，你才刚来，却让我遭遇这闷头一棍。你别这么说啊，我可没那么无聊。那是因为你根本就不了解我为这件事情做了多少，前前后后反反复复，是我一直在跟进，不吃饭不睡觉，还遭了很多白眼，好不容易熬到今天，结果却功亏一篑。现实有的时候就是这样，会出现很多意外，我们没法控制啊。这不是意外，是预谋。是张辉对吧？不是，你怎么能这样想呢？那咱反过来说，张辉确实挺有能力的呀，甚至他比你有经验。就算他这回取代你了，他依然可以完成的挺好的呀。我真不明白，之前他们不努力，现在坐享别人的劳动成果，公司怎么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啊？公司有公司的考量，公司要考虑到方方面面。如果你真的有能力，以后还有的是大把的机会啊。如果我以后还有这样的机会，能保证不再发生同样的事情吗？
没人，自个儿开。吃饭呢，没。不会自个儿开呀？不是我这敲半天门，你这干嘛呢？妈，爸，我跟你说，你这孩子也真够可以的啊！我跟你爸要不过来看你，你就回家看看我们，是不是？不回。你要不答应我跟胖丫好，以后我都不回了。怎么不吃泡面呢？方便。不是你这，我看什么我？不是你这破孩子，你这跟谁说话呢？还没娶了媳妇儿你就忘了娘了？那我就更不同意了。我说，你看儿子是不是失恋了？失什么恋啊？跟谁失恋啊？就是上次在公园见的那个。开什么玩笑？就咱儿子这条件，还发愁找不着好姑娘？我跟你说，别怕啊！你要真找不着，妈给你介绍。怕失恋什么呀？接着练咱们。我说你怎么瞧不起外地人？你真是，去，你不是？你看他这屋子乱的，厨房、厕所你都去打扫去，没你事儿，走吧。妈，现在不是咱瞧不上人家，现在反过来了。我发现你跟那农村的丫头在一块儿待的，这怎么这样了？妈，人胖丫不就是没满足您这个本地户口的要求吗？人别的不差，人长得挺好看的吧？您见过？人性格也好，还挺善良的。最重要的，人能做一手好饭。妈，树哥都认胖丫当干闺女了。谁呀？桃花您知道吗？舒克他媳妇儿。我好像听你说过，不是你说人舒克啊？人家从外地来到咱这儿，人就能在当地找个媳妇儿，而且那么有钱。那也是他们家有钱，不是他有钱。树哥就是桃花他爸，人家都认胖丫当干闺女了。那钱也不能给他呀。我不是那个意思吧？我的意思是，都是本地人，都是家长，怎么差别这么大呀？不是我差别什么了？我有什么差别呀？跟你说这半天你听不懂是不是？你听不懂好赖话是不是？你这孩子怎么这样呢你？气死我你！不是你气死我你！哟，这谁呀你的新同事啊， ？Really？真儿的。老彭啊，你老是跟我这么小打小闹的，有意思吗？你要是有什么计划，你现在告诉我；要是没有，咱们好好做生意。现在这样，太幼稚了。老王啊，你先帮我把荣氏和易辉的广告合同签了，以后的事我再告诉你嘛。啊？你真拿我当3岁的孩子了？哎，哪儿的话，哪儿的话。这一次你不给我交个实底，咱一切免谈。来，嚯，你看你，哎，王总，你看你这怎么还 ？Welcome， 欢迎一下一辉。搞得你要在议会常干似的。不过还是谢谢你啊。谢我干嘛呀？我就在这儿待2个月。倒是你，你是真打算跟桃花私定一生啊？别咒我行吗？要绑我也是跟一帅哥绑。那你干嘛老是跟人男朋友纠缠不休啊？你会不会说人话？桃花这人你还不知道，他表面上看着大大咧咧是个汉子，其实他疑心重又没安全感。他要是真喜欢一男的，他就天天怀疑他身边有情况。他要不安插一人在他旁边看着，他连睡觉都得睁只眼。那还不是你们惯的呀？就他那样子，我就纳了闷儿了。你说你都做到这份儿上了，图啥呀 ？What do you want？ 啊？我那是真爱，不懂。你笑什么呀？这就是咱老北京一块穿着开裆裤长大的情谊，这叫铁瓷。你这个半路叛变的假洋鬼子是不会懂的。对，
洋鬼子。怎么了？有个绊脚石。是吧？你要的数据我发你邮箱了，查收一下。哦，谢谢。我这儿也没弄完呢。工作归工作，那饭总要吃吧？我这不是见贤思齐吗？乖了啊。哎，本来还想好好帮你庆祝入职的，心领了。而且人家明远中午已经请我吃过饭了。他有这么好心？不是你们俩能不能不要总是狗咬狗？真是够了。是他先惹我的好不好？哎，你甭管谁先惹谁了吧，反正他很快就要回去开律所了。律所？那不然呢？给你们家看一辈子合同啊？行了行了，你赶紧走吧。你的男人我帮你看着，你就放心吧。我可以从此以后彻底消失，但你给的条件还不够诱人。哎，你上哪儿去？跟我吃饭去。来来，过来过来，我有话跟你说。过来。什么事儿啊？对。我问你，以后你怎么打算呢？什么怎么打算呢？不是说好了吗？咱们。我偶尔可以回，但是时间上要往后拖一下。为什么呀？这个你甭问了。你要想早一点回去呢，现在只需干一件事。什么事儿？从法务转业务。爸，我是学法律的，我转到业务部，我干嘛去啊？那个舒克还是学室内设计的，现在不在广告界也混得风生水起吗？嗯。爸，你又想干什么呀？这个你甭管。不过你要相信一点，无论爸爸干什么，都是为了你，明白吗？爸，咱能不要每次聊天都是为了我，为了我？怎么着？我有我自己的事情要干，您顾好您自己的事儿就行了，可以吗？我就要走了。来，你必须回答我。好，我晚点再走，但别的事儿我不参与。是这个小兔崽子。喂，我不过去了，啊，你们玩吧，啊，我有事儿，挂了。喂，你忙呢？其实这次请你来呢，是想和钟小姐谈一谈跟荣氏合作的事儿。我不明白您的意思。我们科斯不就是要和荣氏合作了吗？我指的不是科斯，而是你钟小姐本人。我非常欣赏钟小姐的工作能力和投资眼光。啊，这我就明白了。首先，谢谢荣先生的抬爱。不过，我现在在科斯发展的还不错。
没关系，我理解。我刚才说的那些话，只不过是给钟小姐多做一个选择。那科斯和荣氏的合作，这件事儿不在我们今天讨论范围之内。这朱元璋啊，想打仗，他缺马呀；西藏那边呢，他想喝茶呀。于是乎，就用茶换马，用马换茶，这时间长了，那条路才就叫茶马古道。你都说了20多遍了。不是我说20多遍，你听过，人家没听过，你跑火呀你！朱哥，看，我又给你买衣服了。你买这么多衣服干嘛？这不是想让你换着穿吗？你那些衣服肯定不够，快试一下，给大家看看好不好看。啊，现在是啊。就在这试，给大家看看好不好看呀？看看。好不好看？漂亮，好看。哎呀，舒克，好福气呀！你眼红呀？你眼红也去找一女婿。我觉得帝女就挺好。您这女婿正儿八百的修了思想，娶这么个白富美。可我跟你们说啊，我闺女从小长大什么都不缺，就缺爱。太丑，看好了吧？厉害吧？球期见长啊！我出国前就瞄你好吗？哦。哎，有本事你跟我打电动去，保证打得你落花流水。哎，你说你作为一女的啊，打小电动打的，哪个男的打得过你呀？啊？你觉得特光荣是吗？有本事你跟别的姑娘学踢毽子呀？那也比你天天逃课玩游戏，被老师抓，被你爸揍强。周莹莹，你什么你？你什么时候回你？暂时不回去了。不回去了？嗯？为什么呀？因为你呀。因为我？别闹了！我说真的。认真了是不是？是不是认真了？不是你真不回去了？真的？哎，暂时不回去了。玩吧，我先来啊。郝总，你来一下，怎么了？有重要的事情跟你说。哎，外面人都看着呢。AF 的项目。AF 的项目怎么了？拿下。真的？
什么要跟我说的吗？办公室聊吧。行啊，老张，看刚才明总对你一顿夸，以后升职了别忘了拉兄弟一把啊！没有的事。都夸成这样了，还会圆吗？少给我谦虚。内部消息，稳赚不赔。你到上海的时候，不也看到他们的实力了吗？兴业的实力确实挺雄厚的，也给了我很大的震撼。我相信他们，也相信你的判断。可是这个项目需求的资金也太大了，咱们公司的资金根本就周转不过来。是这样，如果我们能拿下荣氏的订单，如果荣氏同意预付70%，这个事儿就没有问题。哎，你不说再争取下荣氏的吗？有结果吗？其实我已经跟他们谈过了，荣氏同意让我们重新预案，也同意预付，唯一的要求就是要拥有兴业项目20%的收益。可以啊，哎，你怎么不早说呢？我刚想说，就得知舒克拿下了 AF 了，而且荣氏付出了那么多，肯定有的霸王条款。他们的条件就是1年之内不得接同行的订单。好，我考虑一下吧。OK。另外，我还想再跟你说件事情。你看，我在你这儿这么多年，退休金也挣得差不多了，所以我想歇歇了。你要退休？我不早就跟你说过吗？我想要移民。你这么快啊？在我走之前，我会把一切都安排好的，不然我也不放心呐。我还想再说一句，就现在公司的资产，你可以坐享收益，但是现在钱贬值的厉害，还是投资是最实在的。我们到底是哪儿出了问题？我回想了一下，上次与荣先生面谈的时候，他似乎已经在有意无意地回避跟我们合作了。我开始还以为是因为涉及到他们公司敏感条款，所以我也没有细想。但是，还是我的疏忽，我会尽力弥补的。荣氏集团这个项目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，一定不能轻易放弃。我现在就去找王总。那我去找荣总。好。同样是跟前跟后替顾爷卖命，怎么有的人就竹篮打水一场空呢？所以说呀，这人啊就是要脚踏实地，不能总想着什么走捷径，捷径啊也不是这么好走的。走什么捷径啊？都是为了工作，你不愿意去做，别人去做有错吗？哎，行了，安喜，你别理他，之后机会多的是，别灰心啊。哟，怎么突然变得这么贴心啊？你之前不还……帮忙看一下。进来，进来。你看，这花好看吗？你看这个小熊，
是我最喜欢的小熊，摆在这儿了，好看吗？还有这桌子摆放怎么样？桌子摆在这儿呢，我都请风水大师看过了，说特别好。好，行行，你喜欢不就好了吗？你问我干嘛？这些呢，都是我为你精心准备的。什么意思啊？什么叫为我准备的？从今天开始，这间办公室就是舒克舒总的喽。你说的真的假的？不会吧？这间办公室是我的，我们俩这种关系，你给我准备这样的办公室合适吗？谁跟你准备啊？是因为你项目做得好，所以公司呢就特地给你安排了一间办公室，与你自己的努力有关。真的？嗯，真的。行，你别说话啊，你让我感受一下。怎么了？办公室这么多人呢。这么开心的事情当然要庆祝一下。舒总亲你一下不行吗？啊？哎呦，没来偷聊呢，羞死人了。明总，茶。放那儿。明总，你说舒克只不过完成了一个案子就升职了，果然是肥水不流外人田啊。光看戏就行，不要多话。明白了。娜娜，你到时候把那个文案给2位老总看一下啊。好的。哎，钟小姐，过来怎么不提前说一声？娜娜，先带2位老板去酒店的会议室等我。嗯，好的。来，2位老板这边请。怎么了？有什么事儿找我？不好意思，实在冒昧打扰了。咱们那个项目……太不巧了，我一会儿马上要去开个会。哦，没关系，我在这等您。那怎么行啊？我怎么能让钟小姐等我呢？要不这样吧，等我开完会去接你，咱们俩再慢慢细聊，方便吗？就这么定了。哎，我特别欣赏钟小姐你肯定是个聪明人。8点多了，各位，不用吃饭。没事，干完再吃。这个项目能谈成功，大家功不可没。张辉、李爱琪表现很出色。如果 AF 这单生意完成出色的话，我会跟公司申请，给全组发福利。谢谢组长，太好了。继续忙。吴先生。钟小姐今天真漂亮。您久等了吧？没事，走吧。妈，舒克可能干了，不费吹灰之力就把 AF 的项目给拿下了。我们是不是应该庆祝一下，喝点酒啊？哎，喝什么酒啊？阿姨有高血压，你忘了，不能喝酒。舒克，我想问问你啊，你觉得荣氏和 AF， 如果我们选择一家合作，选哪家比较合适啊？阿姨，我们跟 AF 不是已经签约了吗？啊，别紧张，没事儿。我随便说说。哦，如果光从公司的体量和规模来说的话，那我肯定选荣氏。AF 虽然说是后起之秀，但是确实是这2年才发展起来的。虽然说今年在广告上面投入了一些资金，但是跟荣氏比起来，还不到人家的1/3呢。但是我认为合作最主要的是看人，
荣氏是家族企业，现在由荣昌说了算。荣昌这个人的口碑在业界一向是不咋地，所以我觉得跟荣氏合作风险太高。我一直认为，一个企业的信誉，就像一个人的诚信一样，是至关重要的。阿姨，是不是 AF 那边出了什么问题啊？没有。你说的对，企业的信誉啊很重要。舒克，平时在公司里啊，我对你要求挺严厉的，你不要往心里去啊。时间长了，你就会明白的。您放心吧，阿姨，我明白，我一定会尽力做好手头的工作。哎呀，行了，别聊工作了，吃饭吃饭。来，来，啊。再回家指望你了哈啊！哎呦，刘总，王总，为了见你，我可是跑遍了大半个北京城啊！你们先去吧，我随后就到哈。好，走啊！好，再见哈。哎呀，刘总啊，我知道你找我是为了什么事儿，但是这事儿我说了不算呐。那也得让我死个明白，不是吗？哎，其实啊，事情很简单。荣先生虽然是太子爷，但是啊，毕竟刚过来，在没站稳脚跟之前，他不想过多的插手之前定好的东西，犯不着得罪那人，不是？明白。哎，那如果我想做一下垂死挣扎，不知道王总有什么高见吗？哎，论人情、财力、势力，你们都拼不过别人，那就只有走另外一条路了。什么路？荣先生真是好酒量，这已经是第2瓶了吧？那我们现在开始谈谈项目吧。谈啊？你想怎么谈？是在这儿谈的，还是换个地方谈的？我觉得这儿环境挺好的，而且谈项目，重要的不是地方吗？对吗？我们这位太子爷啊，对你们的钟小姐，那可是欣赏的很啊。碰巧我们这位太子爷呢，又是一个多情的种子，最喜欢玩冲冠一怒为红颜的把戏。假如钟小姐合了他的意，那一切不都好商量了吗？啊？好，多谢王总。其实呢，在哪儿谈不重要，最重要的是咱们2个人谈。不好意思，接个电话。荣先生，您什么意思？大家都是出来玩的，拿那劲儿差不多就得了，装太大了没意思。
不好意思，荣总，我真的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不好意思，我这个电话很重要，需要去回个电话。不懂我什么意思？你穿成这样过来，行了，不就一个项目吗？我一句话的事。你干嘛呀？罗先生，不好意思，他说是您的朋友，没拦住。是我朋友，出去把门带上。荣先生请客又不叫我，不叫你，你这不是自己也来了吗？当然，什么事情都交给女人去做，还算什么东西？你说是吧，荣先生？有的时候呢，有些事儿啊，还就得女人来解决。那这件事情我宁愿不做。你确定？确定。一个连自己女人都保护不了的男人，还算男人吗？况且，我的女人是要在家相夫教子，清清白白跟我过一辈子。楼的人都被你吵醒啊！最近运动是不一样啊，有劲儿。千里才能来送温暖，还老埋怨呀？锣鼓喧天，鞭炮齐鸣，满天飘满玫瑰花。把安全带系上。走喽！这荣氏和 AF 的公司运营数据分析啊，我已经看过了，啊，做的还不错，但是还差一点儿，有几个观点啊，我觉得你们都应该调整一下啊。好的，好，改完以后我再看看啊。就这样。老彭啊，昨天晚上我认真的考虑了一下。关于荣氏和 AF， 从长远来看，我觉得我们应该选择 AF 啊。你是这样想的吗？哎呀，你知道荣氏今年广告投入是多少吗？多少？1个亿？10个亿？还不可能！荣氏广告在寻找新的广告渠道，尤其是互联网广告和影视广告的植入，甚至是一些大型活动的冠名赞助。这对我们来说是多好的机会啊！这么好的机会，我们到哪儿去找啊？啊！现在传统的广告渠道越来越不能满足客户和消费者了。
我们有什么理由拒绝荣氏？哦，仅仅因为在此之前客户不满意我们的提案而拒绝和我们签约，就说人客户不守信誉吗？啊，这种说法太不负责任了吧？可是互联网和影视剧，我们都没做过呀，风险太大了。没做过怕什么呀？荣氏出钱，我们学习，上哪儿找这样的好事儿啊？我的叶总，那个慧芳，你再考虑考虑，真的，为了公司的利益。人都到齐了，我说一下公司的战略转移。我们现在来讨论一下，是做荣氏还是 AF？ 当然是 AF 了，荣氏不是已经出局了吗？